如果说，您在自己的事情能够规划的过来的情况下，其实这也是一种帮助，因为有的学生他上您的课，他会特别容易理解，他吸收的特别快。嗯，其实嗯我有想过啦，而且蛮多学生找我的。一方面，我想说收费也很难去想，我对这种东西就是比较没有概念，收费再来嗯准备课件，觉得花很嗯多时间。再来就嗯，是呢，我个人觉得，如果要 one on one 这一种如果对，只是聊天就好了，那该有多好？就是说，你如果学生只是找你练习口语练习这样。对然后不需要准备课件，那这种就对，很好。我觉得这个只要能够是可以实现的，是可以对实现的。动动嘴对，巴，然后去纠正一下学生的口语，如果这么嗯。简单就好了，那我觉得接这种就很方便了。对啊，因为课件其实，如果说在我没有了解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会用一个就是标准的课件。对，诶，对，所以波兰的学生会要求上 HSK 吗？还是说是你去安排有很多很多要 很多很 HSK 的？多。嗯，是的。他们哇，想申请孔子学院的奖学金，他们想做交换生。哦，那就是他的成绩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有办法。对对，你是的，就会比如说请您教他们 HSK 的课程。是的，是的。但是其哦，实，HSK 和口语就是他们都想要，这是最多的一种需求。都要，对不对？对。哎，这个也是没有错了哦。那嗯，而且或许吧，以后有机会了，one on one 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对，对啊，因我觉得为其实曹老师，您可以想一下，因为现在跟您上课的学生已经这么久了，他特别习惯您的上课的方式啊，您说话的对方式。对，您如对啊，果能为他们上课的话，他们觉得学起来特别快，这也对，是在为他们。适应了。对而且通常对，通常有意思找我的学生都已经看过我的课，所以他们才会问嗯，我要不要。对，明白。那只是我目前都是拒绝的状态了。对嗯，啊。所以这个以后或许有机会吧，真的没有嗯，没有钱的时候，那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呢、那你也是的，得上万昂万，也是没办法的是事情啊。是的，是的。有同学说我获得了孔子学院的奖学金。哎，刘老师，我哦，对这个真的不理解，很多很多同学问我，要获得嗯孔子学院的奖学金需要有什么条件呢？这个你嗯，清楚吗？对 SHK 有条件，就是语言有条件。OK，所以嗯，要得到奖学金，基本上 HSK 的考试成绩会要有一个标准，是的，还是是的，然后它会有个是的，是的。口试吗？Oral test 会有个口试。他需要看你的经历，你做过什么哦呀？然后他需，OK，要看你的语言水平，就是够不够达到获得他这个奖学金的一个标准。嗯，对，应该是这样哦。嗯不过我对这个不嗯太理解，所以学生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对，因为这个我不太清楚。嗯，不过没有关系，术业有专攻。对，李涛老师，您就是对直以后我就播的。教学生，以后我就教学生问您了啊。没问题，没问题，欢迎咨询。这个应该您会比较清楚，因为这个嗯，大陆的这个怎么申请我就不清楚。对，好好的，这位是来自印度的朋友，叫德德巴西。巴喜，你好，你好。德巴西，为什么我要把你的话找出来？因为你这样讲有点奇怪。林老师，你懂我的意思吧？我知道。德巴西同学，老师告诉你，如果你说您好，两位钱老师，这个钱，田老师你怎么解释这个钱呢？这个钱好像有一点，您想的跟我是一样的吗？就是钱其实有两个意思啦，有一个意思是 former，就是嗯我们说前总统好了，就是 嗯嗯 like former president。钱老师，我听起来好像我们已德巴西不要说钱老师，钱老师表示 we pass away，我们已经那个了，don't say 钱老师。
各位同学，你们不要说钱老师 ，sometimes 钱 means pass away， pass away。So don't use 钱老师 because that means we。好，所以对巴西你说您好，两位老师就可以了。We are still alive. We are still alive. 哦，对了，这个田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消息。你知道 Laura 同学吗？意大 Laura 利的同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意大利的 Laura 同学，是的，她今天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你要不要念一下？哇，老师，我很高兴告诉你，我今天通过了 SHK 4级。哇，祝贺你 Laura，太棒了 Laura， 你太棒了 ，Laura 一直是很优秀的学生。这个从我开直播课来啊，Laura 就一直支持我哦。她几乎每一集都来看哦。Laura， 理查老师特别要恭喜你通过了 HSK 第4级，不容易哦。对，一个外国人要通过4级不容易哦。这个 Laura 真的是很厉害哦，老师为你高兴哎，第4级这个是很棒的哦。是的，你跨入第4级，就是你已经进入汉语的中级了，你不再是初级了。你是算是这个intermediate 中级的水平，不简单呢 ，Laura。这个我真的觉得啊，学汉语的这些学生啊。要通过4级要有多少的努力，对不对？对，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才有办法达到。是哇，恭喜你 Laura！ 你看很多同学都恭喜你了哦。好，你看一次可以恭喜，一次可以说我也要通过 SHK 啊，通过 SHK， 太棒了啊！阿能也说恭喜 Laura 同学。哎呀，惠美说钱老师是啥？惠美。反正你不要用就对了啦。钱老师啊，好奇怪，钱老师好像，you know， 钱 sometimes means this person passed away, so don't use 钱。Okay, sometimes that means 死掉了啊，所以不要用钱啊。好 ，Laura 说真的很感谢你的支持。没有都是你自己的努力。理查老师做的很少，都是你的努力，真的。而且理查老师很为你感到骄傲，哇，你真是理查老师的骄傲。我们说骄傲就是 I'm proud of you。你是理查老师的骄傲。真的，老师以你为荣以你为荣。好，红喜也说恭喜 Laura，Mr. Kewa 也说 Congratulations，安瑞也恭喜。金老师，我看见很多同学眼神都露出好羡慕哦，好羡慕。I hope I can pass HSK Level 4. This is my dream. 这是我的梦想啊！好，再次恭喜，所以要加油，加油！各位同学加油！我跟田老师都会支持你们的啊！每天练习一定会进步的哦。好，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哦。好，那食指弯的是什么意思啊？田老师，你们也是这样对不对？你们也有这样的手势？没有。我们有很多种表达，这是其中一种吗？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因为我们也会，这个惠美，这个就是 die，这个我们在中国是这个意思 ，die or pass away or like this， also means OK。所以这就死掉了，不在了，对不在了啊。阿能也不是前辈的问题啦，阿能有的时候也不是前辈的这个意思，就是死掉了。前 sometimes，前这个字有时候是死掉的人，我们会用前，像我们说前人 ，like our ancestor，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人，他们都死掉，他们都去世了啦。我们讲去世比较婉转一点去世了。好 ，OK， 好的，那田老师，我们今天就不跟大家打招呼了。好的，我们直接来上课好了每次都聊到都忘了时间了。好，我先开一下我的脸书好的，而且田老师啊，特别跟您讲一下，昨天我们的课程大受欢迎。哇，浏览次数啊，那个 views 很多。所以
一般这么短的时间是不会有那么多的浏览，所以意思是，其实大家都真的喜欢文化的东西，所以我们遇到一些节日的时候，可以介绍一下中国的文化传统我觉得学生会非常非常有兴趣特别有意思，特别有兴趣好，好的，我们最近我的心和身体不在一起，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好难解释了，大概懂你的意思了好，宋教，大概懂你的意思。好，那我们来上课吧。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上的是新 HSK 第3集的初级词汇初级词汇。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帮我们念一下这些词汇。好的，我们今天会学本式、比较、比例、比赛、必然。好 ，OK， 这几个词都有一点困难好，我们慢慢来解释我们先看第一个词汇，叫做本式。本式这个田老师，我个人觉得本式这个词比较口语，非常不能说对这个口语的越口语的字越难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本式这个词会特别的不好使用。我们比较常用的像是能力比较正式的字能力好，所以各位同学，李强老师特别告诉你们就像田老师说的，本式这个词比较 colloquial， 比较口语一点。我们比较常用的像本式像能力这样的词是比较长、比较正式的字能力，本式跟能力的意思比较相近一点对，好，那它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skill、ability 或 talent 好，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的，这孩子唱歌的本事不错。好，这孩子唱歌的本事不错。好，唱歌大家都喜欢唱歌了所以这个孩子特别，这个本事就是 like talent or ability， 这孩子特别会唱歌，所以他唱歌的本事 the ability the talent for singing， 他的唱歌很会唱歌的意思，特别会唱歌，所以他唱歌的 skill， 唱歌的 ability 不错 good他唱歌的本事不错好的，那这个本领本事，田老师你觉得这两个词一样吗？本领本事差不多。对，我也觉得差不多。Habib 其实本领跟本事都算是比较 colloquial 比较口语的一些词汇，这个在使用上特别的难，所以目前你们知道它是 skill 的意思或 talent 的意思就可以了对，所以这个 Habib 的问题是说才能，对彩杰你也可以说才能才能也是比较 formal 的用字比较 formal 的用字。那本事比较 colloquial，这孩子唱歌的本领不错。田老师，你觉得可以用本领吗？这里，这个本领我看到这个词，我的第一反应是，猫抓老鼠的本领很好。本领是指比较天生的感觉吗？对对，就是这个本领，就是它当然也是 skill 的意思，但是它好像比起本事来有那么点局限性，它是放在一些很特别的句子当中。本领比较是天生的嘛，他唱歌的抓老鼠的本领，对，抓老鼠要说本领，抓老鼠的本事，本事是不是后天学习的东西本事，对，好像本事更像是后天学习的，就像唱歌有没有？唱歌他练出来的，他自己练习的，所以他唱歌是后天练出来的好。我觉得可以大致这样分了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以看一下本领跟本事的不同的区别。本领应该是比较天生的，那本事比较是后天学习的。天生就是 like innate， 你本来就会的东西，天生叫本来就会的你本来就会的。那本事是后天学习的，就是你要经过学习，像你们学习中文，中文是你们的中文说得好是你们的本事OK， 对，那本领是一般是天生的，像刚刚田老师说的，
猫抓老鼠，这个 skill 是 innate 是天生的，猫本来就会抓老鼠了，不需要学习的哦。好，所以这是大致的一个分法哦。好，本领跟本事哦。我唱歌的本事不太好，其实这个是很正式的句子了，对不对？田老师，我们一般其实只要说我不太会唱歌，对不对啊？其实这是比较正式的句子了，连理查老师这个句子都是比较正式的。一般我们就说他这孩子很会唱歌，这孩子很会唱歌，这孩子不太会唱歌就可以了哦。对，好，我看到玉珠的句子就很不错，非常的接近我们的口语。好的，有本事你就跟我抢啊！我看一下玉珠的句子在哪儿？玉珠哦，有了，有本事你就跟我抢啊！好 ，if you have the capability, if you can， 有点这种感觉。If you can do that, then you do it。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本事常常用在一些很口语的句子中啊。预祝这个句子100分，太棒了。有本事 ，if you can do that, if you have the skill, if you can do that, then do it。那个感觉哦，好。那这位呢？这位同学啊，我忘记你的名字了。这句子，月薪吗？这女生做饭的本事很好。我觉得句子可以的，很不错。可以，比较正式一点的感觉哦。对，这女生做饭的本事很好 ，the ability of cooking， 很好的句子啊。这个女生很会做饭的意思，本事很好就是很会做一件事情啊的意思啊。好，是的，同学们蛮理解的，也很好哦。对。好，那我们看一下佳佳的句子呢？他有本事，能学很多语言。他有本事。如果我们加一个逗号会更好。这个人有本事，他能学很多语言。对，佳佳，你可以把它拆成2个句子。他很有本事他很有本事，逗号，能学习很多语言这样可能会好一点。我有本事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教材的句子是挺好的。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我有本事做，就是非常的自信，有没有？非常的自信。对，我有本事做这件事情，我有本事做好这个 business，我有本事能够谈好这笔生意，这样就很好。我有本事能够学好中文表示你觉得自己有这个 ability， 你就可以这样说：我有本事，叭叭叭叭叭。可以这样用我有本事，叭叭叭叭叭。好 ，OK， 好的，本事好，大家好像都会用了本事跟本领单序我们刚刚说过了本领就是天生的，你本来就会的本事是你之后才学习的你后天就是你之后才学的。像单序，你学中文是你的本事学习中文是你的本事那本领如果单序本领就是天生就会的啦，像刚刚田老师说的，猫去抓老鼠，这个是本领本领好的，那我们往下看那我们这里有一个词汇叫很有本事，就是很有能力的意思，对不对田老师？很有本事就是很有能力，就是 capable。很有，我们加个很是因为它是个 adjective， 因为它是个形容词很有本事，很有能力，就是这个人他的能力很好，他的能力很强，可以解决事情，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叫很有本事 capable， 很有能力 capable， 2个意思一样2个意思一样。好。那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好不好？好，我们5个词语，我们有很、他、本事、有、老公。好，那绝对正确答案写出来那我们还有后面这个句子，也麻烦一下田老师。好的，后面的小句是在伦敦买了很多房子。哇，伦敦的房子一定很贵的。他在伦敦 London 买了很多房子，那表示她的老公怎么样你们告诉我们，这个老公一定怎么样？所以她在伦敦
伦敦的房子好贵啊，他可以买很多房子，哇，这个不简单了哦。哇，我已经看到答案了，都是很棒的答案。露露说，哎呀，我帮大家读一下，她老好，公很有本事。对了，很好，你看她老公，或你可以说她的老公很有本事，就是她的老嗯，公能力很好，很有能力，very capable，very like a man of ability，很有能力的人哦，会解决是。事情，能够做生意，能够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会的。喂，丁老师这个句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好，这个句子是我弟弟有本事打大鼓。我打大鼓弟弟有本事，就是打大鼓的这个本事很好啦。很好，OK。对对，可以啦，这个我觉得这句子我们是听得懂了哦。一般我对们就说他很会打大鼓就可以对，了哦，我们就说很会。很会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哦。好，我刚好像看到一个句子还蛮厉害，是惠美的句子，不过已经跑掉了，不见了。好，那这个宋角把全部的句子写了出来，田老师，你可不可以把好的，全部的句子念一遍给大家听？好的。她老公很有本事，在伦敦买了很多房子。好，OK，所以各位同学，很有本事就是 capable，很有能力的意思，可以做，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可以把事情做好，叫很嗯，有本事，or 很有能力。所以你们可以说，田老师很有本事，他可以把汉语教得很好，这个就是很有本事哦，很有本事。好，呃，理查老师很有本事，但是很谦虚。谦虚，哎呀，其实我都觉得啊，自己能力不足啊，一定后天要好好努力才行哦。田老师，等我一下，我的脸书跑掉了啊，等一好的，下，好的。因为我脸书一直有讯息跑出来。这个各位同学啊，理查老师有时候没有办法回复你们太多的讯息哦。像理查老师最近 PO 了一篇那个端午节的粽子的那个文啊，那个文章 PO 出来就太爆炸了。多人回了，就爆炸了，我就实在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回复了。各位同学不好意思哦，这个回完我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好，Mr. Kwa 问说很有，其实这个 Mr. Kwa 是有啦，哦，其实只有有，我们加很是因为它是 adjective，形容词我们一般会加上一个很字啊，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能力，它是个 adjective，然后我们形容词会加上一个很，就像我说饿，肚子饿，你可以说很饿，饿就是 adjective，我们加个很，表示变形容词的用法哦。所以 Mr. Kwa 其实本来只有本事，然后它是形容词，我们加个很去 modify 啊，去 modify。好的，好，他的能力真的很强哇！我觉得这个句子非常地道哦，很地道的句子。他的能力真的很强。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哦。那我们有人是有本事，有人是有本事的，那就有人就没本事，没本事。没本事，那就是 incapable，他没本事。哦，那你也可以加什么？没什么本事，就是 incapable。哦，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人没本事，this person is incapable。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一样，他的意思是 incapable 哦，所以你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这个人呢没什么本事哦，没什么本事，就是 this person is incapable。好，那田老师，我们麻烦一下。好的，这本是什么好，没男人？我们好，后面的那我们下一小句是，句是，你还是别爱他吧。你还是别爱他吧。哎呀，这个好伤人啊。其实田老师有的时候啊，没本事，这个词语是不是不应该随便乱用啊？没对，本事，这个词我们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词是蛮重的，蛮重的话。算是一个蛮 very straightforward 很直接的。是的，那你是的。你如果说这个人没本事，他听了他可能会很伤心。哦，这是对，所以田老师，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可以乱用，对不对？哦，是的，是的。
会伤人哦。各位同学，你们用这个词要小心哦。哇，已经出来了哦。来，我们看一下白马的。好的，好的。这男人没什么本事，非常好。这男人没什么本事。这男人没什么本，那这个男人听了他会很伤心哦，因为你太直接了，你这句话伤了他的心。You break his heart actually， 所以 don't use it。我觉得不要太常用这个句子了哦，蛮伤人。要谨慎一点，要小心一点哦，这句句子。好，海贝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英文常常讲 incapable of 什么什么啊，不过我们说没什么本事的时候都不会再接别的东西了，直接用没什么本事就好了哦，这样讲就可以了，没什么本事。This person is incapable。哦，好，渣男不是渣男，他不是渣男。Channel V 他只是没有能力，他不是没有渣男。他没有能力而已啦，不是说他是渣男哦，不是，他不是没什么本事，跟渣男，田老师应该不一样吧？哦，我们一般就是泛指的这个渣男哦，就是指这个男人爱了一个女生，又爱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可能爱好几个女生，好几个女生，对。那没什么本事是说这个男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没有办法把事情处理好，这个叫没什么本事，不一定是渣男。渣男就是他有一个女朋友了，他又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女生在一起，这个是真的是渣男哦。我们不要当渣男哦。好，我们看一下 Fernanda 的句子。好的，他没什么本事哦，请您帮助他吗？他没说明本事，他没什么本事啦哦，应该 Fernanda 应该是打错字了。他没什么本事，你能帮助他吗？我猜，这个意思可能是说，就是他办不到某些事情，然后请你帮助他。我们一般不会这样用，就是这个有本事其实是有一点点 judge 的意思在里面。这个男人没什么本事。所以我已经 judge 了这个人，所以我不太可能会帮他去想问题。没有错。当你说这个男人没什么本事 ，actually you're judge this person, you're judge this man。你再给他一个 judgment，没什么本事，这个人没什么本事，这个是 very straightforward 哦。也不是白痴啦，宋脚不是他是白痴的意思。No, no, no, no. It doesn't mean he is an idiot. No, it means this person is not good at solving problems. Is not good at dealing with things. That doesn't mean he is an idiot. No, no, no. That doesn't mean he's an idiot. No, 不是哦。一无是处也没有那么重啊。一无是处惠美有点像 useless。But 没什么本事，其实不是一无是处吧？哦，一无是处就是 useless， 然后没什么本事呢，更像是 helpless。对，他对我没有帮助，对不对？他无能为力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来帮助我。没什么本事 ，incapable。incapable。好，清华的句子，哇，大家句子好多。如果小时候不努力学习，长大后会变成一个没本事的人。哎，句子非常好，那个没换一下一个错别字啊，句子非常好，可以的。如果小时候不努力学习，长大后会变成一个了不是变换，用变换好习惯，变成对。然后一个错别字没，对不对啊？长大后会变成一个没本事的人。哎，这个句子不错哎，很好，很好。这个句子太有意思了。我帮大家读一下：渣男的本事是能爱很多女人。哇塞，你学到汉语的精髓了，你把这个句子写得非常好。文文你好厉害，你把本事用进去了，而且呢，这个句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应该可以了好，好可爱的句子。Verlin 说，其实没有用的人就是 useless， 是不是没什么本事，不是没有用的人了，是没有用是 useless useless。其实没什么本事，就像田老师说的，
It's a little bit like you give a person your judgment. You want to judge this person. He is incapable. You want to judge this person. That doesn't mean he is useless. That doesn't mean he is useless. Okay. 这男人没本事什么？我们一般不会再加东西了，对不对，群老师？英文就是 incapable of but in Chinese we just say incapable. 对 Only, and that's enough. 中文我们就想没什么本事就好了，你不用说没什么本事，什么事情不用了哦。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可以了啊。是的。好，好的。哎呀，这个玉珠的句子啊，好有意思啊。婷婷老师和理查老师挺有本事。婷婷老师呢，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教我们汉语；理查老师呢，一边照顾妈妈，一边教我们汉语。玉柱，你的句子好棒哦，出口成章。This is like a native. 玉珠，你已经像是 native speaker 了哦。这个句子太棒了，太地道了哦，而且非常有意思哦，很好的句子。很有画面，就是你说完这个句子，我这个 image 已经过来了。过来了，对呀、哇，句子好多哦。这个惠美说，渣男最大的本事就是会花言巧语。这个句子说的非常好，太棒了！花言巧语就是讲一些好听的话，去哄女生，去骗女生哦，这叫花言巧语。这个为什么女生对渣男这么有兴趣啊？好有意思。花心跟渣男差不多吗？就是渣男好，渣男他通常是花心的人，然后花心非常非常花心的人就是渣男。渣男的这个 sophenic， 渣男的这个这个语气比较重。渣男就是骂人的话啦，有一点渣男，你这个渣男你在骂人。花心比较没有那么 那个语气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啊 ，not that strong。OK， 大家对渣男很有兴趣，真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吧。好，来第37个词汇叫做比较。哎呀，想到这个比较，等一下同学一定会，老师比较跟比有什么不一样？哎呀，头就大了。我能想象。好，来比较啊，比较。好，那各位同学，比较后面要加上形容词哦。比较后面要加上 adjective。OK， 好，那田老师麻烦一下。好，今年夏天比较炎热。对，今年夏天比较炎热。好，今年夏天就是 this summer。OK，or it's like the summer this year, but in Chinese we say 今年夏天。It's like this summer this year, but in English we say this year. It's okay。好，来比较。其实比较有点像 more， 对不对啊？像英文的 more， 所以它有点像是比较炎热。炎热就是热的意思啊。那你加上炎热，感觉真的就很热啊，真的就很热。如果你们说热，就是 hot， 炎热就是 is like very hot，oh so hot， 很热，炎热啊。好，不过炎热好像指的是夏天啦，那种气候啊，季节。对。你不能说我很炎热，不行。对，千万不可以。不可以哦，各位同学，这个炎热是用在 the weather or the sun， 太阳很炎热，天气很炎热，夏天很炎热。But we never say 我很炎热 ，No， you say 我很热 ，OK， 我很热 ，I feel hot，but we never say 我很炎热 ，No，that's wrong。你要说天气很炎热 ，the weather is hot， 太阳很炎热 ，the sun is hot，OK， 夏天很炎热 ，sunny，this summer is hot，OK， 好，比较炎热 is like， 其实也有一点 very 的意思啦 ，rather， 对，它也有 very， 其实比较也有一点 rather very， 就是比较炎热就是。有点很炎热的感觉哦，有一点点这个意思。那其实它也有这个 hotter，more hot， 其实 more hotter 的意思啊，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啊。好，今天的课程比较难，上才的句子非常好，非常好哦，是的。怎么还在讲花花公子啊？
好，OK，我们往下看好了哦，因为我们要好比较一下，我们要比较一下比跟比较的不同哦。好的，哇，这个有一点复杂。这个田老嗯，师，我讲一下语法，等一下句子让您念一下啊。好的，好，好的，当我们用比较的时候，各位同学，我们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 adjective，一定要加上一个形容词。我比较帅，可以；天气比较冷，可以。所以这个 adjective 比较后面我们加上 adjective，which means more 吧吧吧，more 吧吧吧。好。那各位同学，比较我们只能用一个主词就好了，好不好？我们用一个主词啊。那什么时候我们用比呢？我们会有两个东西做比较，会有 A and B。We have to compare two objects. Then we use 比。When you only use one subject, then we say 比较。That's the difference. 当你用比的时候，we need two objects or two persons, and we compare the two. 所以 A 比 B, then plus an adjective. 各位同学知道吗？当你用比的时候，我们要有两个 object。当你用比较的时候，我们用一个 subject 就好了。OK，so A 比 B adjective，它的意思就是 A more adjective than B，more than，B is like more than，more than。好，所以田老师，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关于比较的这个句子，麻烦一下。好的，好的。第一句是我比较美。Yeah, we only use one subject. Don't use two objects. OK，我们只用一个主语就可以了。我比较美，I'm prettier. I'm prettier. 其实也有一点 I'm very pretty 的意思啊，I'm very pretty 的意思。那比的时候，记得we need two objects. 我们需要两个东西做比较啊，麻烦一下田老师。好，我比丽丽美。哎呀，各位同学，我们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第二个是丽丽，所以我们要有两个对象做比较。我比丽丽美 ，Here B means more than A is more than 吧吧吧 B，OK，所以它是有点 I'm prettier than Lily，prettier more than，比谁还怎么样？这个田老师，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加一些词来让它的语气更漂亮呢？对对，可以加很多。我比丽丽还美，比如说，哎，还没有错。来，这个田老师教各位的，各位同学要把它记起来。你可以说我比丽丽还美 ，It's like much prettier，much prettier。等一下，我改一下拼音。好，还美，还可以用我比丽丽更美，对不对？更美更也更美会用。更美。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两个了，更美，还有还美，更。好，这个要念对哦，这个要念更，更美。好，所以各位同学，像田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这里还可以加一些字来 ，It's like more prettier, even prettier, a lot prettier 的感觉啊。我比丽丽还美，哇，美多了啊！不是我啦，是田老师啦。我比丽丽更美，much more beautiful. So it's like much, even, a lot 的感觉啊。对对，加了这个语气就出来了。语气就很好了。这个你的中文会更地道哦。你像如果刚刚说我比丽丽美，语气好像比较平淡一点，对不对？我比丽丽更美，哇，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哇，真的很美。我比丽丽还美，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哦。好，哎呀，我看一下，各位同学这样听得懂吗？这个结构要学起来哦。我已经看到很多句子了，我比理查老师比较年轻。像才这个句子，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再看一下里面的结构，重新再想一下好吗？像才你自己改，像才 you correct yourself，你用这个好不好？你用你用还或更，像才你再写一次，你把你的句子写对，你用还或者是用更，你再写一次看看啊。好。如冰的句子呢？好，
星期天公共汽车比较少，哎，非常好。很好，比较比较只要一个subject 就可以了，比较你只要用 subject 就好了，不是 two things 好，对，我比较本领，我比较有本领，有本领，对，这个同学，我们用有本领才是 adjective， 我比较有本领，我比较有本领啊，好，来。我觉得每次预祝的句子都好有意思哦。你比较瘦，我比较胖，你儿子比他儿子聪明，而我儿子比他儿子更聪明。哇，玉珠，你好像现场给我们绕了一个绕口令。绕口令啊，好有意思啊！你们的句子都很有意思。好，宋角来，宋角的句子。汉语水平7到9比较难，比较包含了很多生字，老师对不对？汉语水平7到9比较难，比较包含了很多，就包含了就好。我们不太说，对，我们不太说生字，生词吗？词汇，对，我们在中国，对，我们可以说词语，或者说新的字，我们不太说生字，生字比较少用，生词比较少用，对。像我们这个，你可以说词汇啦，或者是你们说单词吗？田老师，单词。我们说词语最多，因为单词我们用在英语当中。英文对，英文用单词啊，词语对，我们这边也用词语。宋角，你的前面的句子是对的，后面你个比较就不要了你就说包含了很多词语就可以了哦。好，哇，好多句子哦。这个我觉得这个秦老师这个句子读一下，今年的夏天比去年的夏天有点热。我们可以说今年夏天比去年夏天还热，比如说，对，或者这样说，就是今年夏天比去年夏天热一点。对，热一点。红喜同学，如果你一定要用一点或有点，你就说今年的夏天比去年的热一点。我们会说热一点就可以了。我们不会说今年的夏天比去年的夏天有点热。这个句子听起来，感觉不符合我们的语法，不符合我们的语法不符合我们的语法。好，这位同学说，这个句子，田老师麻烦一下。你比我聪明，句子可以的，你比我聪明，这绝对没问题，这个句子是非常好的句子，没有问题啊。好，最后一个。今天我比较满意，我通过了很难的考试。今天我比较满意。其实这个句子我是想说一下的。在我自己的学生当中也有一次，就是我问你今天好吗？然后我的学生给我的回复是比较好。就是他们对，其实他们就是单纯的理解了这个比较有 rather 这个 pretty 的意思，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平常不会这样用，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一定是用比较，然后和别的东西比较，就是和更大的东西比较。没错，比较其实是我这个句子我稍微改一下，我们可以说昨天过得太累了，今天我比较满意。对，其实像我们这个句子，我比较美，好像没有比较的对象。其实你前面你已经知道你在比较谁了。是的。哎呀，你看看这个田老师长这样子，哎呀，我比较美，这句子好奇怪。好，你看看玉珠长这样子，哎呀，我比较美其实你在跟玉珠或田老师做比较，只是我这个句子没有写出来。当各位同学你用比较的时候，其实你在跟另一个东西比较，但是你可以不用说出来但是你平常不要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比较开心，不会这样回答。如果有人问你说，How are you today？你不会说，你今天怎么样？比较开心，你不可以这样回答。你要这个比较用在其实是有比较的一个句子出现的时候才会用的所以你就说我很好，
或我非常好就可以了。对，比较这个是用在其实还是有两个东西在做比较的时候才会说的哦。对，所以你平常不要乱用哦，要有比较的时候才能用的哦。对我来说，这个 second 的句子，second 的句子对我来说数学比较难，这个句子就非常好。可以，因为我们可以想象 second 在比较其他的 subjects，其他的科目，所以 second 这个句子是可以的。对我来说数学比较难，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它在比较像英文啦、物理啦、化学这样的科目，数学是比较难的，这个是可以的哦。好，对，好的。埃及比沙特古老的这个句子好像这个句子啊，我们可以说，埃及比沙特还古老或者更古老就可以了。埃及比沙特更古老。我们不加的，然后也不会用比较。这个Mayada 我们是用比哦，你有埃及，你又有沙特，我们有 A and B，so you cannot use 比较，we use 比 ，OK？ 沙特是一个国家吗？还是就是沙特阿拉伯。OK， 了解。因为我们是讲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我知道。我们不一样啊。阿能不行。我帮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考试比较昨天的考试更难。阿能，这个句子我觉得你可以改好的，再改一下。阿能，你再试一次。你有今天的考试 A，你还有昨天的考试 B， 你怎么可以用比较呢？我们有 A and B， 对不对？你看老师写的很清楚。你有今天的考试，你还有昨天的考试，你不可以用比较啊！你要用的是什么？你改一下，安能你自己改一下啊！好，我们不要用比较哦。好的，哇，好，就这样了，太多句子。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来考一下试好了哈，让你们清楚一下这个语法要怎么使用。好，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好，我帮大家读一下这个题目。娜娜很聪明，田老师更聪明。好，那各位同学，你用比较写一个句子，你再用比写一个句子啊。娜娜很聪明，哎呀，田老师更聪明。好，各位同学，请你用比较写一个句子，再用比写一个句子。你们试试看，如果你们会用了，这个表示你已经会这个语法了。而这个语法是非常重要的语法，因为田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啊，常常学生把比跟比较都用错了。对，真的常常听到比跟比较都用。是的。好，是的。已经有同学把比较的这个就是大家不能做错哦。做错田老师会生气哦。我会生气哦。田老师会生气哦。好，田老师，那你要生气了怎么办？好，我帮大家读一下这个句子。娜娜比较聪明。好，句子是对的，但是我好生气哦。田老师在生气咯。Volin， 娜娜很聪明，田老师更 more smarter more intelligent more 一定比我们的更一定比很还要多哦，所以娜娜不是娜娜比较聪明。好，我们再那个 Verlin， 你再试试看啊，不要让田老师生气哦。怎么还有人让田？我要冲过来打你们了。对啊，田老师生气了。来，我们找对的答案好了啦啊。这个更生气了。气死我，气得不得了啊！这个真的气死了，气死我们了，真的，连我都气了。虽然跟我没有关系，连我都生气了。好 ，Verlin， 你再改一下，不念了，不念你的句子了，我们找正确的。所以我题目设计的这么好哦，好，还是也是可以比较事项一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标准答案应该是怎样的。standard answer，OK， 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应该是田老师比娜娜更聪明，大家记住了吗？记住了哦。那田老师，我们除了用更，还可以用什么词呢？
我们可以用更，还可以用刚才提到一个还。所以田老师，我们用还的句子念念看好了。我们可以说田老师比娜娜还聪明。更聪明，还聪明。那你们要用比哦，不可以用比较，因为我们有田老师 A，我们有娜娜 B。When you have two persons or two objects, then we use 比。OK， 好，我再找个正确的句子，那个比较的正确。我在想，刚才 Verlin 肯定是来活跃气氛的。对对对，这个 Malik， 你不可以再让田老师生气哦，你改一下。Malik 改一下，不对哦。好，这句子，娜娜比较聪明，田老师比娜娜更聪明，非常好，标准答案，特别棒。这个田老师第一句不对，第一句应该是你比较聪明，第二句是对的。哦，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沉浸在这个句子当中了。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写，田老师你看，连 Channel B 都写娜娜比较聪明，不对了。我帮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句子呢，第一个用比较就是两个比较，娜娜和田老师比较，所以是有娜娜和田老师比较的时候，那是谁更聪明啊？对，各位同学，更 means more, much more, but 很 only very, 很 only means very, but 更 means much more。所以到底谁比较聪明 ？Who is smarter？ 更一定是 smarter。对，如果没有后面的田老师，更聪明，那我们说娜娜比较聪明是非常好的，是很好的。对，But right now we compare two people， 田老师 and 娜娜。But 田老师 is smarter， 娜娜 is only smart。But 田老师 is smarter because we have a word 更 here。我们有一个更 means much more。所以第一题是田老师比较聪明 ，OK。第二题是一定要田老师比较哦，所以是第二个我们要用两个 two people。田老师比 A 比 B， 娜娜田老师比娜娜更聪明 or 还聪明。You can also use 还，你也可以说还聪明哦。好，所以你可以说，我的更不见了。你可以说，田老师比娜娜更聪明，田老师比娜娜还聪明，都可以哦。好，OK， 好，这个就知道就好了。好了，那我们不要再看了，你们的句子都乱写，害田老师气死了。哎呀，气死了。因为同学们以为这两个句子是没有关联的。有可能同学以为我们用第一句做比较就好了。那是我们错怪了学生了啊。没关系，大家只要知道，如果是没有后面的田老师更聪明，那么我们可以说娜娜比较聪明，可以的，对，可以的如果不聪明怎么说？我应该理解向才的意思。如果我们说娜娜不聪明，田老师我们可以说娜娜没有田老师聪明对，好，所以如果你要说不聪明的话如果好这个不聪明的话，向才的句子的话，好，那就像田老师刚刚说的，娜娜没有，对不对？娜娜没有田老师聪明。好，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娜娜没有田老师聪明。好，各位同学，你也可以说娜娜没有田老师聪明。那田老师还是比较聪明哦。娜娜没有田老师聪明，田老师还是比较聪明的哦。好 ，OK， 哇，了解了。好，懂了吗？这个句子真的是比较难了好 ，OK， 娜娜没有田老师聪明。好，我们再往下看吧。好，那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语法，就是我们比较除了可以加 adjective 形容词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 emotional verbs， 我们还可以加上这个叫做 emotional verb， 像喜欢、讨厌、爱、恨，
你可以说比较喜欢 like something more，比较讨厌 you hate something more， 比较爱 you love something more， 比较恨 you hate something you dislike or hate something more。好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语法，比较也可以加上 emotional verbs。好，那田老师，我们念一下这些词汇吧。好，我们有比较的中文课，理查老师喜欢。好，请大家造一下。大家造个句子吧。我们用比较加上 emotional verbs， 我们来造一个句子。比较 emotional verbs。哦，好，各位同学，你们试试看。有，我已经看到一个答案了。努努的答案出来了。好的，我们比较喜欢理查老师的课，非常好，非常好，好，很棒哦，特别好的句子。好 ，HSK 的句子呢？好，理查老师的中文课比较喜欢，再改一下哦 ，SHK。改一下，对，再改一下哦。对。哎，我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哦，我是不是少了一个？我少个主语了，对不对？少个主语。但是刚才第一位同学已经说出来了，那所以我这边加个我好了哦。各位同学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问题了，应该是我比较喜欢，难怪同学们会答不出来。应该是加个主语哦，因为我们要个主语哦。我们加个主语，我好，那你们再写一次好了哦。我们加个我，好，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啊？对，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有错哦。好，对，各位同学，理查老师把它写错了，你们再改一下哦。好，单序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好，我帮大家读一下。我比较喜欢理查老师的课，对，非常好。而且这个句子说出来就是感觉有很多老师啊，但是我比较喜欢理查老师的课。当各位同学说比较喜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别的中文老师的课，但是 I prefer。I like little bit more. I like more. 我比较喜欢理查老师的课，有很多中文老师的课，不过呢，我比较喜欢理查老师的课其实 Channel V 这个句子，田老师你觉得呢？理查老师的中文课我比较喜欢，这是也可以的，这也非常好。这个我们中文常常会把这个我们这个叫什么？受词吗？不是受词，这个叫宾语，就是把这个宾语把主语和宾语反一下，对，然后就强调这个宾语所以这个 Channel V 讲的也可以，不过这是比较建议就是口语的用法比较口语的用法。理查老师的中文课我比较喜欢，这个是对的，我们也会这样说，不过是口语的，在你写文章的时候尽量不要这样用对，好的，好，我想大家都答对了啦，佳佳的句子应该也是没有问题。我比较喜欢理查老师的中文课，特别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你们都被我强迫喜欢了你们都喜欢中文老师不是理查老师的中文课，对不对谢谢你们被我强迫喜欢了。好 ，OK， 好的，好，这个田老师我本来想再往下讲，不过呢，下面的东西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先讲2个词汇就好了。我们今天我们就分2部分好了，不然呢，整个讲完太久了消化不了。对，消化不了。那我们等一下给学生做一些题目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先学2个词汇第一个叫本事，第二个叫比较。其他3个我们明天再来学，对，明天再来学习好，那不过呢，但是婷老师跟我呢要给大家一些考试所以呢，我们来试试看你们到底理解了没有好，那我们先看看第一题，这个今天的题目非常的难所以我们要来帮忙一下我们的学生好。一样理查老师会给你们比跟比较的题目好，这个田老师我们有2个句子，对，第一题题目是狗跑得很快，第二个第二个是豹
跑得更快。狗这样子豹更快，狗这样子而已，狗跑得很快，豹更快，豹跑得更快。豹是那个leopard 或者 cheetah， cheetah，leopard。好，各位同学，狗跑得很快，哎呀，豹跑得更快。各位同学，我们用比较，请你用豹这个字开头哦，豹叭叭叭哦，豹叭叭叭哦。好，请你各位同学先用比较，第二个用比，豹跑的叭叭叭叭叭。好，我们有2个句子要写哦。We need to write. We need to make 2 sentences. One is 比较 ，second one is 比。哇，我看到安蕊，我先插播一个安蕊的句子。我们来插播一下好了啊。李霞老师，我今天当我考口语考试的时候，提到您的直播课，哇，安蕊今天考口语考试啦。哇，安蕊，希望你考得好啊。哦，你知道，那这样李霞老师就出名了。I will become famous 叫出名了。I will become famous Thank you， 安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好了。好，哇，我看到好多句子了，我们看一下 Channel V 的句子。好的，豹比狗跑得更快，非常好，非常好，可以，很好 ，Channel V。好，那 Yusuke 的呢？豹跑得比较快，非常好，就是用比较比较只要用一个 subject 就可以了，对不对？豹跑得比较快，很好。好，很好，都答对了。好 ，Verlin 的句子 ，Verlin 要开始那个反败为胜啊。Verlin 的句子是豹跑得更快或者还快，豹比狗跑得更快。好，比较在哪里？对啊 ，Verlin， 你的第一个句子要用比较，不过你的句子其实豹跑得更快是可以啦。不过我们要用比较，所以你第一个句子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用比较，所以你可以说豹跑得比较快比较快。哇，这个厉害了，狗跑得。SHK， 你养的狗很厉害，你养的狗跑得比豹还快。SHK， 你养的狗跑得好快，跑得比那个 leopard 还快，对不对？leopard 你要说豹跑得比较快like runs much faster， right？ Runs much faster。OK， 好可爱的句子哦。好，我们看一下阿能的句子好了阿能的句子，豹比狗跑得更快。豹跑得比较快，非常好。然后这个第二个的跑得比较快，其实这个的是一个错别字我们用双人旁的的。双人旁那个的好，对，没有错，这个各位同学要小心一点。好，那田老师，我们再出个1、2题就可以了好 ，OK， 各位同学来，下一题。好的，题目是纽曼什么什么赛琳外向。好，纽曼赛琳外向，外向是表示这个人很开朗，对不对？对，outspoken 就是。对，或者是 outgoing， 或者是 very active 很活跃，很外向，很喜欢跟人聊天，跟人相处，就是外向。好，各位同学，我们要选什么答案？比还是比较呢？比还是比较？这一题，比，哇，好快，这都比，好快哦，比。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跟田老师，为什么你们知道用比不是用比较？你们看到了什么？ What did you see? So you chose 比 not 比较。为什么你们会选比不选比较呢？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看到了什么线索？ What's the clue? What's the key words? 为什么你们选比不是选比较？告诉我们好不好？看到 Verlin 已经讲出来，因为我们要 A and B. We need 2 people or 2 objects. 对，没有错 ，Malik 也答出来了，立新也答出来了，有纽曼老师，还有赛琳啊，我们有2个人，我们有2个人的时候就要用比，或2个东西的时候，对，你们都会了，很好太棒了
对，我们有主语跟宾语，哇，惠美很棒。好，田老师，我们再出最后一题。好的，最后一题我看到大家们就回答的都很好，都很标准，我们就放心了。所以我们就放心了。好，来这一题。好，这一题是爱人什么什么，被爱难。好，爱人，被爱难。各位同学，你要用比还是比较？这一题就有一点点难度咯，有一点点困难哦。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是比还是比较？有人写比较，有人写比。好的，比不过大部分的同学都选比，对不对？大部分学生选比，阿能选比较啊，爱人比较，阿能写的是比较，比。好，努努也选比较啊，Yusuke 也选比较，这个田老师，我觉得这一题佳佳也选比较，田老师，我们这一题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呢？好的，其实这一题真的有点难，难在什么是爱人，什么是被爱。对，各位同学，爱人、被爱有几件事情？爱人 love someone 一件事情，被爱 to be loved 第二件事情。我们有 A and B，one is loving someone，the other is being loved。所以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有两件事情。We have A 爱人 ，We have B 被爱。So 比还是比较啊？Yusuke 就说：“老师，我错了，就是比啊，怎么会是比较呢？我答错了。”因为我们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loving someone，A。The second thing, the other is being loved。所以我们有两件事情。好，林老师，你把正确答案念给同学们听。好，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们说，爱人比被爱难。没有错，爱人比被爱难。好，我们答案是 A。那这里的爱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名词，爱人这件事情。被爱，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noun， 它也是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 A and B， 所以你要用比，比爱人比被爱难。真的呀，爱人啊比较难啊，被爱比较容易啊。对，因为要付出啊。对啊，你爱一个人呢，你爱一个女生，你要送她花，你要买礼物给她，你要每天接她上下班。那你被爱，你就等人家送你花，你爱我，你就爱我就好了，我在那边等着你爱我。哇，所以爱人比较难，被爱比较简单哦。好，当一个被爱的人比较难真的吗？Channel V 有不同的见解啊。对，Channel V 表达了一个自己的观点，当一个被爱的人比较难哦。这个是很主观的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对不对对。李乔老师是觉得爱人比较难了对。丁老师你觉得呢？都很难，都好难，生活好难，都不容易，人生当人真的当人不容易对，当人有高兴的地方，也有让人不开心的地方人就是这样子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人生就是要各种滋味都有，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体验人生，体会人生，你这一生才不会白走一趟了好，我想到可能我可以帮 Channel V 的句子改一下，我们可以改成等一个我爱的人比较难。Channel V 有没有听到田老师帮你改的句子？我们可以说等一个我爱的人比较难。等一个我爱的人比较难。我思考一下这个句子等一个我爱的人比较难。等一个我爱对，这个表示这个人一直在等待着有人爱着他，不容易，对不对？除非你是个很有特色、很有风格、很有特质的人可能就会慢慢会有人爱上你对，这个，对啊。对，因为我在想 ，Channel V 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他觉得被爱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能他是在等那个他喜欢的人的青睐。你等着人爱你，对不对？被爱有时候你是等着一个人来爱你，有可能。这个各位同学，你不要等人爱你啊，各位同学，我告诉你们，主动一点，主动一点 ，be active, be a man，OK，be a man。你看到喜欢的女生，你就积极一点 ，be active 你去跟她说，小姐你好，姑娘你好，我是理查老师，我每天在教中文课，我可以跟你认识一下吗？这个女生马上把电话给我了所以各位男同学不要等 ，Don't wait for someone to love you. Be active 去跟这些女生交朋友，说不定她也喜欢你，好不好？那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不要等别人来爱你，你要先爱你自己。OK，love yourself first。我们做人啊，一定要先爱自己你不要说你爱别人，结果你不爱自己，你每天都抽烟、喝酒、赌博，对，这个不行，不爱惜自己，你一定要爱惜自己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 first， 一定要爱自己，爱了自己的人才可以去爱别人，那这个人一定会很 enjoy 你的爱哇，这个 passion freak， 难怪啊，难怪这个就是这个不能讲话，这个不能讲花言巧语，这个要讲浪漫。认识女生的本事特别好，这个叫把妹吗？泡妞 ，passion freak， 你泡妞的本事，你泡妞是后天学习来的你泡妞的本事不赖，泡妞的本事很好。你应该告诉他说：“哇，你美得像一朵花一样。”你跟花一样漂亮这个 passion free， 你应该用我们今天的语法，你比花更漂亮你用比好不好 ？passion free， 我们用今天的语法，你比花更漂亮 ，You're more beautiful than flowers， 不是一样而已，一样是 as same as，You're more beautiful。哎呀，你比花更漂亮。我们中文说人比花娇人比花娇。好，懂吗？这个 passion freak， no wonder you get married because wow you're good at this. Oh, you're good at this. 你很会讲这个让女生开心的话passion freak， 如果你跟婷老师说，婷老师你长得比花还漂亮，哇，婷老师那我一天都非常开心啊。婷老师一整天都很开心，婷老师会跟你交朋友，婷老师绝对觉得 passion free 你是个很好的男生对，和你说话特别愉快，特别有幽默感 ，very humorous 好，你不像如果是理查老师，就说婷老师，你长得可以啦。太不浪漫了不可以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理查老师。对，你要像理查老师，婷老师你长得还可以啦。对 ，ordinary mediocre OK so 这个女生就不喜欢你了。婷老师你长得马马虎虎，婷老师可能还会生气呢，气死了，气死了，怎么可以说我长得马马虎虎呢？你们要像 passion freak 一样婷老师你长得比花还要美对，很大家喜欢喜欢听不要害怕说错，Don't be afraid， 这样去说好了，女生一定会很开心。各位男同学，你们还在学中文，你讲的中文可能会有错误，没关系，反而更可爱。对，像中国的女生听到外国人说错中文，她们好可爱so cute。如果你把中文说错了，她们反而会觉得so cute， 会觉得你很可爱不要怕，你们大胆的跟中国的女生说，可不可以跟我交个朋友？我很欣赏你，但你不要随便说我很爱你，不可以因为中国人比较保守比较保守，不要说田老师我爱你，不可以你要说田老师我很欣赏你我可不可以跟你交个朋友？欣赏 admire， 我很欣赏你，可不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好我是你的菜那一天才教各位同学你是我的菜，like my type 我的菜
对对对，玉珠这个句子特别地道，是的，我们也会这样说。会这样说，你是我的菜哦，比较直接一点了啊，比较直接一点哦。好了，我们今天有教各位同学怎么去追女生，怎么去 woo ladies， 英文叫 woo W O O woo， Teacher Richard and Teacher King teach you how to woo ladies。对，有时候可以，你要学中文，中国的女孩子啊，听到外国人说中文啊，会觉得特别可爱。哦，so lovely, so cute， 他们会特别爱你，不要说爱，他们会特别喜欢你，特别喜欢你哦。对，好，你说的好，他们会特别开心；如果你对说错了，他们会觉得特别可爱。对，真的，你们不要怕，我们男同学不要怕，你讲错了特别可爱。如果是李朝老师说错了，哎呀，真的连中文都不会说啊，你不是本国人吗？会被人家骂的。可是你们不会哦，大家会特别喜欢你们哦。好，今天教了大家这个泡妞的技巧。好，那美女或帅哥可以，可以，可以，对对。美女啊，可能有点不庄重，会不会，滕老师？第一次认识的不要啦，第一次。李晨老师是这样子，就是在中国啊，可能我们说美女，对，她确实不那么庄重，但是呢，这个美女现在用的特别多，就是像老板，哎，对对对，老板，美女来买个东西嘛，对对对对，那我们也会对对对，就是哎，美女，来看看或者怎么样，美女来买个菜吧，今天的菜很便宜的，你长得这么漂亮，多买一点吧。哎，帅哥来，帅哥，这个尤其是这个菜市场的老板啊，商店的老板。就会叫你哎，美女，可能你长得很丑，还是叫你美女，美女来，还是叫美女，可能长得跟理查老师一样，长得丑的不得了，他还是叫你帅哥啊，会叫你帅哥哦，老板会这样，哎，帅哥来买个东西嘛，美女来买个东西嘛，哦，哎，对，会可以 ，passion fruit 啊，没有问题的，好的，各位同学，如果你有卖东西，你可以这样讲哦，哎，美女来买个东西嘛，我的东西特好。哦，哎，帅哥，来买个东西吧，我的包包啊，好新鲜，来看看呀，我的菜特好的，我的包包特好的，哦，来买个东西嘛，美女来啦，哦，这样子啊。哦，对了，这个田老师，我问你哦，在台湾说小姐，你们那边叫小姐是不是有一些那个不好的意思？我们现在尽量不叫小姐。OK，好。那如果加个姓可以，李小姐、黄小姐，是这个没有问题。好，在台湾也是这样了。各位同学，你在路上遇到一个 like lady， 你不要说小姐，a little bit weird。但是你可以说李小姐、黄小姐、胡小姐，你加个 surname 可以，那个没有问题 ，it's quite okay。But don't just say 小姐 because that means 有点像那个。这个就是做一些事情的一些女生哦，这个我们说主街女郎那一种的感觉。对，所以你不要说哎小姐，你叫美女可以，哎美女来买个包包吧，美女，你不要叫小姐来买个包包。其实，在台湾还好啦，在台湾我觉得还好。不过在你们那边是不是？我们现在尽量，比如说，通讯公司，就是那个 service， 我们也不叫小姐，就是女士。女士 ，OK。那如果很年轻呢？也是叫女士，还是叫女士啊？因为我们这边叫女士。但是因为打电话，所以看不到人的嘛，就叫女士。像女士，我们这是称呼比较有点年纪。我知道，就是有一定年纪的，比较大的。那小姐，我们这里叫小姐还好。那当然也有那个意思，一样有那个意思。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尽量不要用小姐，尽量不要用小姐。你可以说美女可以，美女可以，美女来一下，美女，你看我的包包好便宜的哦，可以，不知道她的姓，你就叫她，不要叫小姐。在中国我们也会这样子，就是可以说你好，就好了啊，你好。你好，对，你好，安瑞，你讲的太直接了吧？安瑞，没有错啦，但就那个意思啦，就那个意思。不过你讲的这个词太直接了，Oh no，
安瑞，don't say that too straightforward. Oh no, too straightforward. OK， 好，其实我们就讲老板都讲美女来一下，美女在台湾有稍微一点不庄重啊，还是会比较淘气的，比较淘气的老板，对，有一点，对，有一点淘气的，比较 naughty 的老板啊，来一下嘛，美女，帅哥，来买个包包，看啦，看啦，来看好便宜的帅哥，like naughty boss，OK， 会他会。那如果你要庄重一点的话，就是你好，欢迎你来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叫小姐，有点不太好，法国人比较直接。笑喷了。但是安瑞，你还是不要直接用那两个字 too straightforward， 不要用那两个字，太直接了我们会受不了cannot afford it 我们会这样no don't say that 好 OK， 那我们怎么胡言乱语了那么久今天彻底跑偏，今天彻底解放，这样不晓得讲了什么东西，胡言乱语了一大堆，从那个泡妞讲到小姐，讲到太可爱了。同学啊，可以啊，叫同学，这个是可以的，对。你在学校遇到你的 classmate 都可以叫同学，不管男生女生，你不用再加男女，你就说同学好就可以，同学来，同学可以。对，其实我们老师叫你们也叫同学，对像我们中国这边的习惯，我们叫你们也叫同学，我们不是叫学生，我们也叫你们同学。惠美同学，我们的安蕊同学，我们都会，老师也会叫你们同学，阿能同学，类似这样子老师也会叫你们同学，叫同学是 totally fine。是的，是的。我最后再说一个 passion free 的句子，他说，然后宝贝你很美丽，这个句子passion free， 请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第一次见面不能说，第一次见面不能说，对。宝贝是 passion free， 可能在外国宝贝应该也不会吧？宝贝是在中国是用真的是你男女朋友。对或者是先生太太，或者你的 baby， 你的宝宝，你的宝宝，或你的宠物也可以。但是如果是你第一次见到面的人，或不认识的人，或不熟悉的人，千万不要用。对，不能会很生气这个人如果觉得我跟你没有那么熟悉，你为什么叫我宝贝？他会生气。如果我有人传简讯给我说宝贝你很美丽，那我肯定是这样子的如果反应。passion free， 如果你跟理查老师说，理查老师宝贝你好帅不行，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行你不可以，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的或者是那个你的长辈也不可以你不可以叫你爸爸说宝贝，不可以不可以，宝贝是男女朋友老公老婆，你的宠物，你的宝宝可以。对，好的，就是女朋友很好的、很要好的朋友，我们也会这样叫。对，老司机，老司机，不要用老司机了，不要用老司机。红喜同学，这个我们现在先不说。其实台湾其实不用老司机，但是因为那个大陆那边传过来，这个文化过来了，知道那个意思了。同事可以啊，他是我的同事，对不对同事，可是我们不会说同事过来，好奇怪。我们一般就是说小张、小李这样子。小黄来一下。对，我们同事是你跟别人介绍的时候，OK。这位他是小黄，他是我的同事，可以。可是你不会说同事过来。不会这样讲。小黄来一下，小黄，小李来一下，一般叫他的名字就好了是的，不会说同事你来一下，不会，很奇怪但是你可以说同学来一下，可以中文好复杂好了，结束了。对，安蕊小心如果你叫陌生女子说宝贝，会报警他会打电话给警。
被警骚扰，察抓，这个绝对是骚扰。性骚扰会被警察抓走的哦。对，媳妇儿，媳媳妇儿是那个公公在讲，北方的，对，媳妇儿好，OK， 没问题了。啊，田老师，今天没想到神来一笔啊，聊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好 ，OK， 不过今天很开心，各位同学啊，很开心，其实很开心。哎，司机叫师傅，好像东北叫师傅，对不对？司机我们会叫就是qualified worker，我们叫师傅，比如说修空调的啊，然后对，那个司机啊，或者修空调说的、修是水电的，可以叫师傅。是的，是的。不过田老师，我们南方好像不会叫司机叫师傅，对不对？不过我知道在东北他们会叫师傅，在东北他们司机会叫师傅。青霞这个看地方哦，在南方我们比较不会叫司，我们像台湾我们就叫司机，可以就叫司机，对，我们就叫司机哦，我们在台湾就叫司机，在东北叫师傅哦，叫师傅。是的。而且他们一定会说儿化音，就是哎，师傅，就是这种儿化音特别重。师傅，载我到北京儿。哇，那个儿化音太难了。师傅，载我到北京儿，太难了。我们这个南方都不用，很少用儿化音了哦。我们不习惯。江南的司机也叫师傅啊？这我就不晓得。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江苏是它跨那个北方的省份和南方的省份的，所以比如说由北方的省份来像无锡啊、苏州啊这些地方工作的话，就带过来了。对，其实我们会互相影响了哦，我们都懂意思，就用的习惯不同，但是都懂哦。对，好 ，OK，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再聊啊，这3个小时都聊不完了啊。好的，谢谢大家喽。那我先撤了。好，田老师，谢谢你哦。谢谢大家，好，拜拜，再见。明天见，拜拜。好，各位同学，这个哇，今天聊了太久了哦。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上课吧啊！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各位同学聊天。那各位同学，这个 Laura 同学，恭喜你通过 HSK 第4级，好不好？恭喜你啊！好，我们明天再继续上课。我们明天再继续上课吧。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拜拜。